首富爷爷为了让我当一辈子的富二代，于是花上千亿给我找了4个养姐为妻。然而面对这种好事，我全都拒绝了。只因前世爷爷为了让我不再孤单，从孤儿院收养了4个养姐，他们从小就疼我宠我。可当爷爷去世后，他们都变了，因为他们爱上了我资助的贫困生，不仅把我的一切都给了贫困生，还把我关在别墅，逼我给贫困生道歉。所以重生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答应和军官世家顾妍希的联姻。刚出民政局，我就接到了爷爷的电话，顾妍希私底下跟你求亲了88次，这丫头对你一腔真心，顾家的女人又是出了名的专情，你和她结婚，爷爷放心。爷爷老了，只希望有人能陪着。之前你分给4个养姐的集团股份，我就做主都收回来。他们既然不是你的妻子，这些东西拿着就不合适了。听着爷爷的安慰，我忍不住湿了眼眶。上一世爷爷曾说过，长大后的4个养姐都不适合做我的妻子，但是我没听。如今重来，我一定好好听爷爷的话，再也不要落入前世悲惨的结局。我压下情绪，努力让声音轻快。爷爷，我都听您的，您在疗养院好好养病，等过年了我就去看您。挂断电话，我就回了家。刚到卧室门口，就看到白浩辰霸占了我的大床。白浩辰就是被我资助的白眼狼贫困生，上辈子被4个养姐爱到骨子里的男人，此刻被称为海城4公主的4个女人正围在白浩辰身边。大姐傅清玉是傅氏集团现任亲文总裁，她正拿着古董怀表，温柔讨白浩辰欢心。二姐夫孟瑶是温柔端庄的医生，她端着药丸，小心翼翼的给白浩辰试温度。三姐夫冰夏是火遍全网的花心女后，她正怜惜的把白浩辰抱在怀中。四姐夫雨柔是桀骜不羁的女赛车手，此刻却扮着鬼脸逗白浩辰。我凝着熟悉又陌生的4个人，那些屈辱的夜晚忽然又无比清晰。谁能想到我最信赖喜爱的4个女人，却把我当作最低等的玩具，让我的人生变得至暗。我死死握紧手机，压下心头的恶心，没有敲门，直接走了进去。白浩辰一见我就吓得往傅冰夏的怀里缩。白浩辰可怜的说：“思念，我知道这是你的房间，我住在这里不合适，但是他们4个说这间采光最好，非让我住。”白浩辰怪爱装可怜博同情，上辈子我为了不让4个养姐讨厌自己，没少因此吃亏，如今我连他们4个都不要了，还忍什么白浩辰？我冷笑一声，径直打断：“知道不合适还不赶紧滚！我马上要结婚了，我的房子里不能住其他人，免得我未来的老婆误会。”话落，四姐夫雨柔当即瞪向我：“傅思年，你会不会说话？要是不会说话，就不要说。我看该滚出去的人是你。”二姐也责怪看向我，一向淡漠话少的大姐夫清玉都皱眉：“思念爷爷让你在我们4个中挑一个结婚，但我们都还没准备好，婚姻大事不能胡闹。”三姐夫冰夏干脆扶着白浩辰离开：“不就是借用了一下你的房间？你作为好朋友就不能让浩辰？你要是还想我们嫁给你，就收一收你的大少爷脾气。有这么好的浩辰在这，没有哪个女人不选他去选你。放在以前，他们说了这样的重话，我早就生气了，但如今我只面无表情说，我也没说娶你们。”四姐夫雨柔指着书架上的一排礼物：“傅思年，你装什么？我们4个随便送你个玩意，你都宝贝收着。你说你不娶我们谁信？”我顺着傅雨柔的手指望向书架，接近2米高书架摆得满满的。当三姐随手折的千纸鹤，大姐用过的钢笔，二姐送的琉璃球，四姐赛车第一次领到的奖杯，曾经我有多宝贝这些，如今就有多痛恨。我径直走向书架，当着剩下3个女人的面抓起赛车奖杯：“那我就让你看看我不娶你们的决心。”话落，我狠狠一砸，奖杯4分5裂。但这还没完，我冷笑着继续：“大姐送的钢笔砸了，二姐送的琉璃球砸了，三姐送的一玻璃罐千纸鹤砸了。”我拿起他们的合照就要砸，却被大姐傅清玉紧紧箍住手。女人向来深邃淡漠的眼眸写满了失望：“傅思年，你够了。”她从我手中接过合照：“既然你舍不得这个房间，那就还住这里，让浩辰住1楼。”我向后退了一步，离他们远了些后，才抬眸盯着他们，语气冷漠：“这个别墅是爷爷买给我的，我说让白浩辰滚，你们要是有意见就一起滚。”说话间，我拿出湿纸巾擦了擦被傅清玉握过的地方。傅清玉瞬间冷了脸，转身一言不发离开。一旁的傅雨柔离开前还不忘讽刺一句：“把清心寡欲的大姐都气得说不出话，你可真行。”二姐也冷冷地看了我一眼，什么都没说，背着她的医药箱跟着离开。但他们不知道，我不是故意气他们，我是真的觉得恶心，只要一想到上辈子我就想吐，跑到洗手间吐了一阵。我叫佣人来把房间所有的东西都换了，我去了顶楼房间休息。我一晚上没下楼，第2天早上，我抱着电脑去顶楼花园透气，刚刚坐下，我就接到奈香高奢定制的电话：“傅先生，您预定的西装已经做好了。”我打开邮件，看到了邮件上的西装成品。这西装我上辈子也设计了，但最后却穿在了白浩辰的身上。正出神，四姐夫雨柔忽然走了过来，二姐夫孟瑶和三姐夫冰夏跟在后面。3人也看到了电脑屏幕上的西装。傅雨柔最毒舌，开口就嘲讽：“你闹那么大的脾气砸东西，原来是欲擒故纵。这结婚的西装都设计好了，不就是等着娶我们吗？”我没想到遇上他们，这个点他们本该陪白浩辰去晒太阳，真是晦气。我关上电脑，看着眼前的3人，直白到：“你想多了，你们尽管放心去照顾白浩辰，我已经答应了顾家的联姻，不会和他抢你们。”闻言，三姐夫冰夏忽地变脸，开口也没了平常的漫不经心：“顾家是军官世家，一只手能斩死10个首富，他们的玩笑可不好开。
你别乱说话，到时候累得大姐给你收拾烂摊子。一直没说话的二姐也推了推眼镜，上前拉住我的手，你闹也闹了，下去和浩辰道个歉，我们一家人还是好好生活在一起。我却拍他二姐的手，白着脸后退。他们4人中，我最受不了二姐的触碰，多可笑啊！我当初为了保护好二姐，做手术的时候，特地吩咐了人从新西兰空运最新鲜的牛奶给她泡手，可就是这双手摘了我的肾，要了我的命。到现在我依旧忘不了，那锥心的疼你们不信就算了。我留下这句话就回房，也没再出去。晚上我收到佣人送来的一个快递，快递内是一枚古朴龙凤银戒指。这时我的手机响了，是联姻对象顾妍希发来了消息。他说姐，这戒指是顾家的传家宝，只传女婿。我为了表示诚意，当即把戒指戴上无名指，拍照给他看，怎么样，好看吗？我的语音刚发过去，门口就传来三姐夫冰夏懒懒的质问，什么好看？我还没来得及转身，就被女人从背后箍住腰，她的双手一用力，两人就跌落在一旁的沙发上。头顶上方，女人穿着松垮的睡袍，隐约可见锁骨之下的饱满。她呼出的热气带着浓烈的酒味，醉酒的桃花眼红了眼尾，精致美丽的脸笑着，眸中却没有一点温度。这戒指谁的？摘了它，无名指只能戴婚戒，你不能因为耍脾气就戴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女人冷着脸，双眸是我上辈子最熟悉的占有欲，每次她这么看我，都会逼问我，你有到过他们3个这里吗？恶心感骤然翻滚，我红着眼，抬手一巴掌打过去。傅冰夏，你醉酒把脑子扔了吗？我是傅思年，不是白浩辰。可下一瞬，傅冰夏却按住我的手，俯身恶狠狠吻下。门口突然传来了白浩辰的大喊，我抬眼就看见一脸嫉妒的白浩辰和几乎要吃人的其他3个杨戬。我趁机推开傅冰夏，女人这会儿也没有顾得上我，她慌张站起来朝白浩辰走去。浩辰，你听我说。他还没说完，白浩辰猛地捂住胸口，当场晕了过去。浩辰二姐第一时间接住人，扶着他离开。三姐夫冰夏也焦急跟上。我冷眼从沙发上坐起来，四姐夫雨柔就冲过来，劈头盖脸就骂傅思年，你明知道浩辰喜欢三姐，还故意勾引他，当着大家的面跟他接吻，你恶不恶心？恶心，我当然恶心，只不过恶心人的是他们几个。我压抑着愤怒，紧盯着还没走的傅清玉和傅玉荣，你们都瞎眼了，没看到我在推人？这是我的房间，你们一个个不问擅闯，到底是谁不要脸？说完，我不等两人反应，就把他们赶了出去，砰的关上门。我揉着眉心，冷静一会儿，掏出手机联系中介，要把这套别墅挂满。我和顾妍希结婚以后会住在顾家，几乎不会回来住了。他们4个想要和白浩辰一起生活，就别在我的房子内，恶心人。之后一连几天，4个杨姐都没来打扰我。要是以前，他们只需要冷战1天，我一定会去认错，希望能维系我们之间的感情。为此，我听过很多伤人的话，认错要有认错的态度。你要是不清楚错在哪里，就把浩辰要的东西全部给他就行了。你要是再这么跋扈，我们就是一辈子不结婚，也不会嫁给你。现在我只觉得过去的自己傻，他们不要我有的是人，要我乐得清静。可好不容易清静几天，我的手机却响个不停，全是白浩辰发来的消息。傅思年，就算你是大少爷又怎么样？他们照样只围着我转，任何时候他们都会坚定地站在我这一边，给我撑腰。只要我想，我随时都可以抢走他们。叮咚，又一声响，对面发来一张照片，白浩辰坐在一堆礼物当中，笑得灿烂，而那些礼物和我之前摔碎的奖杯、琉璃球之类的，全都一模一样。我麻木按灭了手机，自顾自提交自己的毕业设计稿。我读的大学是设计专业，这次毕业设计的作品就是我之前托奈香定制做的西装。1周后是海城设计学院毕业典礼，我参加典礼晚会，刚到宴会厅就看到白浩辰被4个杨姐众星拱月围在中间。大姐傅清玉眉眼温柔，这套高定西装是奈香高奢定制的最新款，全球只有1件，穿在浩辰身上最合适。二姐傅梦瑶笑得温柔，浩辰现在是全场最瞩目的王者，不知道稍后能不能让我跟你跳第一支舞。三姐夫冰夏轻轻吻上白浩辰的手，眉眼轻挑，浩辰，我想请你做我下一部戏的男1号，你愿意吗？四姐傅雨柔也不甘示弱，浩辰，我昨天赢了赛车比赛，彩头是这枚价值3000万的红宝石戒指，让我亲自给你戴上。海城如今人人追捧的4公主，首屈一指的金融家傅清玉，全球顶尖医生傅梦瑶，金像奖双料影后傅冰夏，世界顶级职业女赛车手傅雨柔，现在变着花样哄着白浩辰。曾经被他们捧在手心的我，却受尽嘲讽。以前4公主总围着傅思年转悠，傅思年还说4位公主会嫁给他，我看就是个笑话。依我说，浩辰才是真王子，将来肯定会娶4公主中的一个。浩辰大方善良，傅思年嚣张跋扈。我要是他们，就算浩辰犯了错，肯定也会护着浩辰。我没搭理这些嘲讽，为了安全考虑，我从来没说自己是海城首富孙子。除了白浩辰学校里的人，还以为我和他一样是贫困生，以为我所有的一切都是4个杨姐的偏爱给的。可实际上，他们是爷爷从孤儿院选出来的，傅家对他们像家人一样好，砸资源培养他们到了今天。他们对我好，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现在我也没有解释，上辈子我就是在这个酒会上，吉阳姐带了新酒，可那瓶酒被下了药，我们5个人足足荒唐了1天1夜。这天是我上辈子悲苦的开始，这一次我只打算安安静静过完宴会，绝不会碰宴会上任何入口的东西。谁料白浩辰享受够了众人羡慕的视线，竟冲我走来，他还递过来一杯酒，
笑着说：“思念，别听他们瞎说，我知道你4个姐姐最疼的是你，祝你毕业快乐。我没戒酒，反而退后一步，我不喝酒。”说完，我直接推开白浩辰，转身走向休息室，身后传来傅雨柔的怒音：“真是不知好歹！”我没有去理会，可就在我进了休息室没几分钟，一股熟悉的燥热乎的冲小腹涌去，我心猛地一颤，我就算是死也记得这种感觉。上辈子4个杨姐为了能让我承受更多，没少给我用药，药发之后，我就会成为一个没有廉耻的人。我今天什么都没碰，怎么还是中招了？我慌乱拿出手机，颤着手按下110，刚和警察说完情况，休息室的门忽的被人踹开，我抬头和上辈子一样，4个杨姐正朝我走来，我惊恐后退，双腿不自觉颤抖。谁让你们来的都出去！傅雨柔直接上前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不是你发消息，非要叫我们来。”其余3人也都朝我走过，我没有你们别过来。我退无可退，躲在墙角瑟瑟发抖。恍惚间，我好像看到了前世，这4个人轮流坐在我身上的时候。不要过来，不要！药物作用下，我的脸一片通红，昏暗的灯光洒在我帅气的脸上，我抿着唇烟，微微红，有种莫名诱惑。4个人目光都变得灰暗，没有一个人退后，他们一个个逼近，把我包围。3姐夫冰夏直接蹲下来，扯过我的头发，玩味嗅了一口：“不是你叫我们来的吗？现在我们来了，你还玩什么把戏？欲拒还迎。”4人对视一眼眼里的浓烈，战友和上辈子逐渐重叠。我极力想要逃离，可身体完全不听使唤。为什么明明就只差一点，我就能逃开上辈子的结局了？4人手指落在我的腰上，就在我彻底绝望的那一刻，门被推开了。我余光看到警察冲我奔来，3米、2米、1米，快点，再快一点！被警察扶起来的一瞬，我终于放心晕了过去，终于得救了。我再也不要再落到上辈子的下场，再也不会了。我再次醒来时是在医院，4个杨姐都围在我身边。大姐傅青玉给我递了一杯水，难得温柔关切：“你醒了就好，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喝点水。”我有些恍惚，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大姐的关心了。其余3人对视一眼，也点头附和：“没事就行。”他们是关心或敷衍，我都懒得计较。我喝下一口水，就听傅青玉说：“你现在既然没事，就主动跟警局撤了这个案子。大姐知道你最懂事。”2姐也紧跟着接话。休息室里点了 EQ 香，警察查出来是浩辰做的，但他也是被陷害的，我相信他不会去害你。剩下的2个人也跟着劝，让我放过白浩辰，生怕白浩辰受到半点伤害。我握着杯子，压抑着怒火。这辈子我没有喝酒，就出现了 NQ 香，那上辈子喝的那些酒，是不是也是白浩辰在背后搞的鬼？我2辈子的痛苦源泉都是白浩辰，一想到这些我就气得浑身发颤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中挤出。我绝不撤案。4人看我这样都被气走了，再没来医院看过我。我在医院休养了3天，都是自己在照顾自己，吃的也都是医院标配的病号餐。这天清晨，我刚舀起一口粥放进嘴里，病房门就被推开，白浩辰踩着皮鞋走进来，笑得得意极了。傅思年看到我，你是不是很惊讶？你就算知道是我给你下药又怎么样？有你的4个杨姐护着我，还不是没事？我原本不想搭理，可白浩辰扯了扯衣领，我看见对方手指上的龙凤银戒指，终于变脸。我低头一看，我无名指上的戒指果然没了，心里的怒火顿涌。我下床怒斥白浩辰：“谁让你带这枚戒指的摘下来？”白浩辰不仅没有脱，还把手举起得意道：“我只是随口说了一句喜欢，没想到2姐就把戒指摘下来给我了。”我懒得听炫耀，伸手就去抢，谁知还没碰到白浩辰，白浩辰就立马跌倒在地上。下一秒，4姐夫雨柔就冲了进来，一把推开我，小心翼翼地护着白浩辰，丝毫没有管被推得磕破头的我。原本嚣张至极的白浩辰，此刻却瑟缩在傅雨柔怀里。对不起，思念，戒指是2姐给我的，我只是觉得好看想戴着玩，没想占你的东西，你别打我害怕。傅雨柔当即摘下戒指，发狠扔向我。为了个破戒指，你竟然对浩辰动手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我没有理会，用最快的速度捡起戒指，小心擦着上面的灰。门口的2姐也收起了一贯的笑脸，这戒指看着脏兮兮，有那么重要吗？你现在借题发挥，连健康都不顾了，过来上药！我抬头冲3人吼：“滚！你们都给我滚！”傅雨柔被我吼得气不打一处来，径直带着暗自得意的白浩辰离开。2姐也没有再管地上的我，她冷脸离开。等他们离开之后，我关上门，脸上没有半点难过。只有在乎的人才能伤到我，这辈子我巴不得和他们断绝关系。又度过一晚，我第2天出院，谁知一路上我都被人指指点点。我预感不妙，当即打开手机一看，我的名字赫然挂上热搜。海城设计学院男神傅思年抄袭好兄弟白浩辰的毕业设计作品，抄袭风波前世也曾被爆出来。前世这个时候我已经被4个杨姐囚在别墅，他们拿着我的账号道歉认错，我的名声在整个海城都臭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点开热搜，和3辈子一样，我的4个杨姐也都无条件为白浩辰站台。我一一点开网络上爆火的3段视频，傅氏集团总部大姐傅青玉对着官媒镜头，语气无比认真。白浩辰是傅氏集团看好的优秀人才，我相信他新电影发布会现场，3姐夫冰夏把白浩辰请到了舞台上，2姐陪着他一起上台，2人一左一右的牵着白浩辰，向所有人宣布：我永远相信浩辰是善良纯洁的人。赛车场，4姐傅雨柔开着跑车，把力挺白浩辰5个字当作光荣战袍披在赛车上。海城傅家首富4位公主都在为白浩辰站台，一时间所有的弯腰都一边倒，
我成了人人都嫌弃的臭老鼠。什么设计学院男神，他就是个虚荣怪。贫困生傅斯年肯定是为了500万的奖金才抄袭白浩辰，难怪现在四公主不围着傅斯年转了。虚有其表，不像白浩辰，是名副其实的才子。我盯着屏幕前世，我被逼认错，名声狼藉，被业界 FS， 我一蹶不振，重来一世。我早已有了准备，我立即回到别墅，找出原创手稿，发了一则澄清微博，公布了完整的设计稿和创作思路，每一处灵感来源都解释得十分清楚。文章最后只留下一句简短有力的话：我傅斯年从不会抄袭。这则澄清微博立马引起了热议，但3分钟后，微博忽然崩溃，我的澄清消失了。接着大姐傅青玉就打来了电话，思念抄袭的事情到此为止，浩辰身体不好，我不希望受他刺激。电话那头的声音轻飘飘的，仿佛这只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。我紧握的左手指甲掐进了肉里。所以是你让人删除了？我的澄清微博电话里的声音十分冷静，撤下热搜也是他。还没说完就被我愤怒打断，你凭什么撤下热搜？明明是白浩辰抄袭我的作品，为什么要让我来承担后果？对面弹幕道也不缺那点钱，网友们是看一时的热闹，放心，这件事很快就会过去。我被这 WC 的花妻笑了，这是钱的事吗？一个被打上抄袭标签的设计师，我以后要怎么在行业里立足？可对面的话依旧不容置疑，你是富家大少爷，就算以后不工作，一辈子也会衣食无忧。浩辰如果被冠上抄袭的名头，就会被行业 DC， 他一个贫困生以后没办法生存。这件事就这样，以后都不许再提。说完，傅青玉就挂断了电话。我气得心脏绞痛，活了2世，他们都毫不犹豫地背叛我，我彻底失望。我想起来前段时间，我同意婚约之后，爷爷就给我认证了傅氏大少爷的微博。我反手用被认证的大号登上微博，发布了一条消息。这条消息瞬间冲上了热搜。我傅斯年是海城首富傅家的唯一继承人，不需要为了钱抄袭。一句话引起轩然低壁。我用傅氏大少爷的号发布了创作原稿，并且附上了3个月前我和奈香高奢定制的官方沟通记录。奈香高奢定制是全球最权威的设计品牌，他们不可能帮人作假，热度直冲榜1。白浩辰被锤在耻辱柱上，网友们纷纷跑到白浩辰的微博下去骂，被恶心到了。你这个男绿茶是使了什么手段，让4位公主都不护着大少爷，反而来护着你？说不定白浩辰背地里爬了4个人的床，做4公主得专属小白脸了。我也有钱，要不也让我玩玩？爷爷给的官方认证账号没人能压热搜。微博发布不到半个小时，很久没有回别墅的4个杨姐都找上我。3姐夫冰夏走上前放低身段，像年幼那样青红思念。既然已经出气了，就删了微博吧。他伸手要去帮我整理碎发，却被我一把推开。我看着面前的4人，他们如今一个个功成名就，怕是早就忘了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。我不介意提醒他们，我勾唇嘲讽，现在知道来找我了。当时我被冠上抄袭的污名，你们在做什么？你们一个个都在给白浩辰撑腰，你们怕是早就忘了，当时爷爷培养你们是希望你们能护着我，你们不仅没有护着我，还为了别人一次次伤害我。你们觉得我会删微博吗？听到我提起爷爷来压他们，4人都黑了脸。傅雨柔最沉不住气，你不就是看不惯浩辰，害怕我们被他抢走吗？我们现在和你结婚行了吧？我听着他施舍的话，冷笑不需要，我现在已经不想和你们结婚了。似乎没料到我一口拒绝，4人的脸色更加难看，好像是生气，他们都已经妥协哄我了，我还是这副高高在上的礼不饶人的模样。傅冰夏揉了揉眉心，再次劝我，你乖一点，我知道你想和我们4个结婚，现在你随便选一个，不管是谁都会答应，只要你把微博删了。傅青玉跟着走到我面前温声道，只要你删掉微博，我们下周就可以和你办婚礼。我冷眼拒绝，不用，我有老婆了，她就是顾妍希。顾妍希喜欢我，私下里跟我表白88次。从前我想着我未来只会娶4位杨姐中的一个，就没把顾妍希的喜欢告诉他们。现在4个人对视一眼，很明显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不相信。傅雨柔不屑的嗤笑，顾妍希是出了名的军官世家，最重规矩，不是我贬低你，他们要的是谦谦公子，和你这种刁蛮任性大少爷哪里一样？你要是实在选不出来，我们4个也可以同时嫁给你。我一眼扫过去，其他3人都默认了傅雨柔的话。我没想到为了挽回白浩辰的名声，他们4个竟然愿意妥协到这个地步。我重生回来，再次用了上辈子用的毕业设计稿，为的不是原谅白浩辰，而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正要拒绝，就见白浩辰从外面冲进屋，不停地对我磕头认错思念。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你的毕业设计稿，我只是无意间在4姐那里看过稿子，有了灵感才借鉴。求求你原谅我这一次，我是大山出来的贫困生，好不容易才闯到今天，要是名声毁了我一辈子就完了。我家里没有人了，要是回到老家，我一定会被我爸安逼着娶70岁的老寡妇。4人看着不停磕头求饶的白浩辰，都心疼极了，而我自始至终都冷漠地看着。4姐傅雨柔最先压不住冷脸，走过去扶起地上的白浩辰。我和白浩辰的婚礼都到了早上，我提着行李下楼，就撞见穿着一身高定西装的白浩辰，完美的版型镶钻的扣子，优雅高级，正好是我毕业设计的那套西装。白浩辰瞥了一眼穿着衬衫长裤的我，笑得得意极了。你不是今天也有婚礼吗？怎么不穿高定西装？你不会以为提着行李闹离家出走，他们4个就会被你抢走吧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这场婚礼全程直播，
我会是他们4个最帅的新郎。我根本懒得搭理他，只冷淡回了一句：那祝你幸福，希望你们5个人这辈子锁死，别来祸害我。我提着行李箱走到院子外，一抬头就撞见穿着婚纱的4个杨姐。傅青玉一身简单的白色鱼尾婚纱，面容美丽，气质清冷。二姐身着粉色吊带婚纱，蓬蓬裙搭配公主发型，显然是优雅温柔的大小姐。傅冰夏的缎面婚纱很精致，大开的领口隐约可见，衣服包裹不住的丰满。傅雨柔穿的是定制大摆婚纱，彰显出她的桀骜不驯。4人见我提了行李，都顿了一瞬，他们对示意眼中都划过慌乱，异口同声质问你要去哪。傅冰夏更是上前抓住了我的手，我却躲开，一脸平静道：参加我的婚礼。原本担心的4人听到这话反而松了口气，那放松的姿态像是笃定了我是在欲擒故纵。傅青玉上前几步沉眉看向我，只要你以后不针对浩辰，和浩辰和平共处，我们会遵守爷爷的承诺，嫁给你和你领证。其余几人也附和，只要你接受浩辰，我们会是最幸福的一家人。今天是除夕，你要是真心认错，就在家里好好准备年夜饭，等我们婚礼结束，大家好好跨个年。我依旧笑笑，我已经说得很清楚，我今天也要去结婚了。从今天开始，往后我的每个新年都和你们无关。我说完，不顾4个杨姐的黑脸，直接走向了别墅外的大草坪。4人见劝不动我，便都再也不去管我，而是宝贝似的把白浩辰接上婚车。就在这时，头顶响起一阵阵轰鸣声，几10架标着“顾”字的直升飞机降落在草坪。在所有人的震惊目光下，2队穿着最高级军礼服的士兵全都列队走到我面前敬礼，高喊：我等奉顾妍希小姐的命令，前来迎接新郎傅斯年先生参加婚礼。那几10架标着“顾”字的直升机在草坪和士兵把所有人都镇住了。随着直升机越飞越高，4人脸上肉眼可见的慌乱，正要追出去时，白浩辰直接挡在了4人面前，语气是一贯的可怜：大姐、2姐、3姐、4姐，没想到思念为了把你们从我身边抢走，竟然把戏做到了这种地步。我从来没听说谁结婚新娘都不来的，他肯定是花大价钱找来的演员。原本焦急要走的几人听到白浩辰的话，都停止了动作，但心底还是有些疑惑，毕竟顾家不是谁都敢开玩笑。白浩辰紧接着又继续说：我这种无名小卒也知道顾家不能开玩笑，思念故意找人演戏，到时候得罪了顾家，他有傅家护着，我可怎么办？他就是想破坏我们的婚礼，然后让我沦为整个海城的笑柄，这样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就再也没有办法在海城生存下去了。他就是想毁了我。4人听到这，心底的疑惑再也没有了，他们都蹙起了眉头。傅雨柔整了整婚纱的裙摆，有些气愤的开口，差点就被傅斯年耍了，他的心思怎么这么歹毒？见4个人被我说动，白浩辰低眉失落道：我除了你们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不像思念，他是傅家大少爷，他不管怎样都可以衣食无忧，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做很多事，而我的每一步都很艰难，如果失去你们，我不知道要怎么才能活下去。几乎是瞬间，白浩辰的表情就变得痛苦。4个人看他这个样子都心疼极了，纷纷过来安慰他。3姐傅冰夏直接扑进他怀里哄着：放心，我们都不会丢下你的，别难过了，等下拍照都不好看了。2姐把自己的丝巾抽了出来，温柔的撒娇：我们说好了要给你一个特殊的婚礼，就不会食言。傅雨柔也赶紧附和道：对啊，今天可是我们的婚礼，你是最帅的新郎，是我们4个人的宝贝，我们爱你还不急，怎么会丢下你呢？你说对吧，大姐？一向严肃沉稳的傅青玉此刻也点了点头，安慰道：放心吧，我们不会丢下最帅的新郎。婚礼正常举行，4个人把白浩辰拉上婚车，几个女人纷纷撒娇哄他。白浩辰也终于笑了，这声音还有些失落：有你们真好。见白浩辰笑了，4个人这才安心下来。傅雨柔连忙回应道：那当然，今天你会是海城最让人羡慕的男人。海城4位公主嫁给一个男人确实瞩目，何况新郎前几天还深陷抄袭风波。这场婚礼吸引了众多网友前来围观，直播间里的人越来越多，弹幕不停地翻滚着。我说这个贫困生是有点手段的，能够让这4个女人围着他团团转。你们说说，傅斯年要是大少爷的话，那4公主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？不管是什么，他们都挺眼瞎，放着傅斯年这么好的大少爷不要，去捧着这个抄袭的贫困生。车上的白浩辰原本以为会有很多人羡慕他，但弹幕里10条有9条都是骂他的，他的脸色瞬间黑了下去。坐在一旁的傅冰夏一下就察觉到了，他伸手捂住他的眼睛：你也别看直播间这些负面消息，今天要做最开心的新郎。傅青玉直接抬手示意工作人员停掉直播，正准备关掉车上的大屏，却看到了这样一条弹幕。我看他根本不是做戏，那些可是故事直升机，那群人都穿着级别最高的军礼服，怎么可能帮着做席？傅冰夏面色瞬间一沉，想起刚刚那震撼的一幕，我等奉顾妍希小姐的命令，前来迎接新郎傅先生参加婚礼。傅冰夏和其他3人对视一眼，很显然他们都看到了那条弹幕，嘴上说着不信我，但他们心里还是不受控制的心慌。一时间车上几人都陷入沉默。这阵子我好像和他们疏远了很多，以前我要是惹他们4个不高兴，绝对会过来认错，想尽办法来讨好他们，不管他们让做什么我都愿意，我会放下大少爷的脾气和架子，只为了让他们4个重新搭理我。可这1个月以来，我的表现却非常反常，不仅不会过来找他们认错，甚至不会主动联系他们。傅雨柔越想越不对劲，
他有些慌张的开口：“大姐，你说那些直升机不会真实？”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白浩辰打断了。白浩辰被傅冰夏捂住了眼睛，没有看见那条弹幕。他有些疑惑，那些直升机怎么了？傅雨柔连忙摆手：“没什么。浩辰，你今天早起辛苦了，先在车里好好休息一下，等下婚礼现场还有的忙。”白浩辰看着傅雨柔的样子，很明显就是有事瞒着他。不管怎样，今天的婚礼必须成功举行，他不会让他们去找我的。他有些扭捏的开口：“其实我昨天晚上有听到思念和他爷爷打电话，直升机就是傅思年让爷爷帮他安排的，还威胁我说不让我告诉你们，否则就会把我赶出别墅。”傅雨柔听到后最先反应过来，我就说顾氏是军官世家，怎么会陪着他胡闹？原来是爷爷出面了，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嚣张任性，搞出这么多花样，就是想让我们抛下浩辰去找他。浩辰，你放心，我们是绝对不会让他如愿的。等他什么时候给你道歉认错，我们再考虑要不要和他一起生活。其他几人也认定了直升机是爷爷帮忙叫来的，心里的慌张减少了几分，一路上都在尽心尽力的照顾白浩辰。此刻云顶山庄顶级宴会厅，巨型水晶喷泉在中心缓缓流淌，与悠扬的交响乐相得益彰。门外的红毯绵延至宴会厅深处，两旁缤纷的花海像极了童话。直升机降落在红毯正中心，我的内心莫名紧张起来。以前我心里只有4个杨姐的时候，根本没有在忆顾妍希私下里的表白。这一次见面，我有种近乡情怯的感觉。在没有见到她的日子里，我也常常听长辈提起她，她是这一辈孩子中的佼佼者。爷爷在和我打电话时提到顾妍希，也是满满的赞赏。我把自己为顾妍希挑好的胸针拿出来，又对着镜子反复的检查了自己的仪容，确认没有什么不妥之后，才走下飞机。2小时后，4个杨姐和白浩辰也到达了云顶山庄。那些直升机停在云顶山庄的空地上，十分显眼。下车的几人一眼就看到了我。傅雨柔嘴角扯过一抹嘲讽：“傅思年果然就是要破坏我们的婚礼。”其他的3人也认定我出现在云顶山庄是计划好的。我嘴上吓唬他们说要和别人结婚了，实际上就是放不下他们，欲擒故纵，想让他们取消和浩辰的婚礼。白浩辰捏了捏西装下摆：“大姐、2姐、3姐、4姐，思念是不是要抢婚啊？他等下要是在我们的婚礼上搞破坏怎么办？还不知道会用什么厉害的手段。我好害怕，不能嫁给你们4个。”一旁的几人听到这话，神色瞬间一变。傅雨柔抢在他们所有人之前出声：“浩辰，你放心，今天他下来，我们都会嫁给你的。”一直没有出声的2姐也柔声安慰道：“我们说好了，会给你一个最特殊的婚礼，说到做到，绝对不会被其他事情影响。”3姐傅冰夏蹭了蹭白浩辰的鼻子，冲着他挑眉一笑：“我们怎么会让最帅的新郎失望呢？”大姐傅青玉自始至终神色平静：“放心，婚礼的一切流程都安排好了，我会找人盯着，绝不会让意外发生。”几人的保证无疑是给白浩辰吃了一颗定心丸，他无法克制的暗自得意。他们和白浩辰的婚礼在高级宴会厅，就在我的顶级宴会厅的隔壁。2个宴会厅都是相当的奢华，但对比顶级宴会厅，高级宴会厅还是差了不少。中心的那个钻石喷泉，高级宴会厅就是没有的。白浩辰眸色一沉，凭什么他的婚礼不能用最好的宴会厅？他拉了拉3姐傅冰夏的袖子：“3姐，那个喷泉好好看，我们的婚礼不可以在那个顶级宴会厅办吗？”傅冰夏也有些疑惑，婚礼的场地都是大姐负责安排的，按理说应该都是最高规格，怎么没有包下那个顶级宴会厅呢？大姐浩辰想换到顶级宴会厅去，你看看能不能沟通下？傅青玉蹙了蹙眉，沉声说道：“当时联系的时候，云顶的负责人说顶级宴会厅不对外开放。”傅雨柔是个急性子，直接拉过了一旁的工作人员，问道：“能不能给我们换到顶级宴会厅去？多少钱我们都愿意补。”工作人员显然被拉得有点猛，不过很快反应过来：“小姐，很抱歉，我们无法帮您更换，顶级宴会厅不对外开放。”傅雨柔看着门外停着的直升机，心里猜测肯定是我包下的。她有些不屑地开口：“别说什么不对外开放，现在不是给外人包了吗？和你们老板说，我们出10倍的价格，我们的婚礼就要在顶级宴会厅举办。”傅雨柔说完，也不管工作人员有没有同意，拉着白浩辰走到顶级宴会厅门口。他刚要进去，就被门口的保安拦住了。“抱歉，小姐，您没有请柬，不能进去。”傅雨柔显然被激怒了：“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，里面的人就会求着我进去？”话音刚落，我从更衣室走了出来。这里是我的婚礼现场，不是任何阿猫阿狗都可以进来的。我下飞机后就被带到了更衣室。此刻我身着一身高定的西装，衬衫与西裤一丝不苟，扣子严紧的扣到最上方，遮不住的金贵像是中世纪的王子。看到我的那一眼，傅雨柔忘记了愤怒，眼底逐渐涌起一暗色。跟着赶过来的其余3人在看到我时也愣了一瞬，他们凝眸看着我，眼神摄人，无比深幽的眸子毫不掩饰炙热的欲念。傅冰夏上前几步想要拉我，却被一旁的保安拦住了。他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喉咙不自觉地翻滚，开口时声音有些娇媚：“思念，你别耍小性子了，我们只是和浩辰办个婚礼不领证，今天这个顶级宴会厅让给浩辰，我们也就不追究微薄的事情了。”2姐也跟着上前看着我，眼底的温柔比以往更甚：“是的，只要你把宴会厅让给浩辰，之前的事我们就当没有发生过，我们一家人还是好好的一起生活。”大姐傅青玉一向清冷的眸子里此刻也翻涌着一丝欲望，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。她开口时声音微哑：“这些天你也该闹够了，听话先回家，等我们办完和浩辰的婚礼就回去陪你。”我看着眼前的几人，嘴角扬起一抹嘲讽的笑，
这些人到现在还是没有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，只以为我是在闹脾气。不过我不在乎，我淡淡的开口，我说过我是来结婚的，这里是我的婚礼现场，我凭什么要让？我话音刚落，白浩辰就发出一声疑问，眸子里满是不解。思念，你说你是来结婚的，我怎么没有见到新娘呢？难道一个人也可以结婚吗？该不会你还是想抢婚吧？我实在是受够了他这副样子，没好气的开口，我说了，我有自己的老婆，你们5个爱怎样就怎样，别过来打扰我，免得我老婆看到了误会。白浩辰左顾右盼，最后问道：思念，你说了半天，怎么没有看到你老婆人呢？4个杨杰也各处张望了一下，确实没有看到新娘，他们能笃定我就是故意在捣乱。傅青玉看了眼手表，再次开口时有些严肃：思念，你别再耍小性子，我们和浩辰的婚礼其实快到了，这个顶级宴会厅让给我们，我让人送你回别墅。听到吉时要到了，二姐温柔的语气也变得有些急，有些小把戏一而再再而三的用就没意思了。我直接回对道：谁要和你们耍小把戏？我说了，我有老婆，我老婆是顾妍希。说完直接就让保安开始赶人，他们5个今天不许出现在宴会厅，来一个就赶一个。保安收到指令后就直接开始赶人。好的，大少爷！傅雨柔的怒气直冲脑顶，顾家那样的军官世家怎么可能看得上你这种人？倒是你别在这里耽误我们和浩辰结婚，赶紧滚回家去。话音刚落，傅雨柔的身后就传来冷冽的声音：我看该滚的是你们。顾妍希迈开长腿从车上下来，女人五官生得很好，眉眼清冷，气质内敛。她身穿一袭多层次的薄纱，搭配精致的玫瑰绣花婚纱，勾勒出颈部优美的线条。薄纱下雪白的肌肤若隐若现，整个人像是落入凡间勾人的精灵。头上戴着上世纪的古董王冠，显得高贵又优雅。她穿过我的4个杨姐和白浩辰，直接走到了我面前。顾妍希温柔地注视着我，抱歉，我来晚了，临时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，只能先去处理，再赶过来。我抬头还能看到她额头上细密的汗，显然是马不停歇地赶过来的。我下意识地想去帮她擦汗，刚抬起手就被傅雨柔打断了。这又是你从哪里找来的演员？我们没时间和你浪费时间，赶紧把宴会厅让给浩辰，我们的急事马上要到了。因为军方背景，顾妍希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，杂志和各个媒体上也没有她的照片，而且以前顾妍希都是在私下给我表白的，这里的几人不认识她也很正常。白浩辰眼看我一直耽误他们的时间，便又开始装可怜。思念，我知道你嫉妒几个姐姐和我结婚，他们也不过是帮我不想让大家看不起我，所以才同时和我结婚。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，如果你一直拦着不让婚礼举行，那我会成为所有人的笑柄，我就真的没办法在海城立足了，只能回农村老家，那样的话我一辈子都走不出大山了。白浩辰说完一脸悲伤，4个杨姐看到他这个样子都心疼极了。我没再惯着他，开口直击要点：你无法立足是因为抄袭了我的毕业设计，是你自己做错了事，不是我害你，少在这里装可怜。傅雨柔听到这话，握紧了拳头看着我，咬牙切齿地说：傅思年，你够了，那件事浩辰都和你道歉了，他只是在我的电脑上看到你的作品，才想借鉴一下灵感，不是故意抄袭。你一直揪着这件事情不放，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，做给谁看？我嘴角扬起一抹冷笑，我咄咄逼人？他要是真的觉得自己做错了，就不会在明知道自己抄袭的情况下，还把我设计的西装穿在身上。这话一出，傅雨柔顿时哑口无言。父亲欲皱眉，语调比平时高了几分。够了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。他转头又看向顾妍希，顾希言一身新娘打扮站在我身边。傅青玉上下打量着顾妍希，根据他这么多年商场打拼的直觉，眼前的这个女人绝对不是演员那么简单。他沉默了一瞬，才淡淡开口：思念，这些年我们确实把你惯得太嚣张了，等我们和浩辰的婚礼结束了，要好好的给你教一教规矩。一直没有说话的二姐也开了口：只要你现在让开，让我们和浩辰把婚礼办完，刚刚发生的一切我们就都不要你认错了。顾妍希直接向前一步，挡在了我面前，沉着脸，语气中带着几丝歪僻：我顾妍希的男人还轮不到你们来教。顾妍希的话一出，对面的几个女人都冷着脸，尤其是傅冰夏，她看到我站在顾妍希身后的时候，窜起一股无名之火。她收起了脸上的笑容，眯着眼打量着顾妍希，开口时语气里满是嘲讽：你签的是哪家娱乐公司？我看你确实有当影后的潜力。知道顾妍希是谁吗？你就敢演顾妍希？听到这话，转头和我对视了一眼，仿佛在问我这几个杨姐是不是一直都这样，听不懂人话？我冲着她点了点头。傅雨柔看着我们，挤眉弄眼的样子，气不打一处来。傅思年，你别玩得过火了，顾家什么背景，到时候让他们知道了，还要连累大姐给你擦 PG。赶紧把这个宴会厅让出来，我们要和浩辰办婚礼了。顾妍希扶了扶额，然后眼神示意，和他一起过来的保镖把人带走。既然你们听不懂话，那就直接教你们做事吧。把他们5个带出山庄，以后顾氏旗下所有的场所都禁止他们进出。5人这才注意到身后还有几位保镖，和山庄的保安不一样，保镖们一身的腱子肉，那股气势一看就是军人。傅雨柔还想说些什么，直接被傅青玉吼住了。住嘴！傅青玉抬眸和顾妍希对视，那幽深的眼眸和浑身散发出的气场都在告诉他，眼前这个人可能真的是顾妍希。赶在身后的保镖赶人之前，他退而求其次：我们不要这个宴会厅了，还是回原来那个宴会厅举办婚礼。不管你是谁，傅家在海城的地位你是知道的，而且2家一直有合作，
闹得太难看也不好。傅青玉不愧是在商场打拼的，3两句话就知道如何拿捏人。但顾妍希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，他横眉冷声道：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们几个只是被爷爷收养的，并不是真正的继承人。没了傅家，你们什么都不是。如果爷爷知道你们这样欺负他的孙子，估计早就把你们赶出去了。趁我还有耐心，你们自己滚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”顾妍希的话戳到了他们的痛处，但显然几人并不打算走，几人的拳头都是紧紧的捏着，但他们并没有像之前那样挑衅，他们多多少少都感受到了顾妍希身上的气压，再加上大姐刚刚的呵斥，几人只是死死地盯着顾妍希，并没有出声。傅青玉一向沉稳，但现在也被气得不轻，像是被人戳了脊梁骨。他直接冷眼回复了顾妍希：“我们可以走，但是要带着思念一起走。我们是他的未婚妻，不能让他和别的女人待在一起。”顾妍希眉头微皱，透着一种凌厉，浑身都散发出一种上位者的气场。傅青玉与他对视，眼神中透出一阵阵寒光，两人谁也不让谁。是谁给你们的自信，让你们认为你们是思念的未婚妻的？今天是我和思念的婚礼，以后他都是我顾妍希的人，和你们再没有半毛钱关系。顾妍希说完之后，直接抬了抬手，让人把碍眼的5个人绑着拖走了。突然被新婚丈夫看到自己狠厉的一幕，顾妍希心里还有些紧张，她转身仰头看着我，开口时语气温柔了许多：“思念，你会害怕这样的我吗？”她出生在顾家这样的大家族，想要站稳脚跟肯定是有些手段，只不过她并不想把这一面展现给我。我抬头与她对视，眼眸里全是真挚。不会，我反倒要谢谢你，帮我解决了几个 DM 烦。听我这么说，顾妍希才放心。我和我杨姐的事，她不是没有听过，也知道原本他们中的一个是要成为我的未婚妻子，和我结婚的。她一直以为我的几个杨姐对我很好，今天看到了才知道我受了多少失落。顾妍希温柔地注视着我，我被她看得有些不好意思。她从口袋里拿出一块芡实糕，递到我的手心里。等了这么久，肯定饿了吧？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。我沉溺在她的温柔里，整个人有些轻飘飘的。我下意识地拆开芡实糕吃了口，软软的，带着一点点不腻的甘甜，很好吃。吃到一半，我突然想起什么，从包里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胸针。我递给她的时候，完全不敢看她的眼睛。这个是我给你挑的见面礼，虽然不是第一次见了，但还是想送你礼物。这个我挑了很久，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。顾妍希一把接过，眼角带笑的看着眼前的我，她轻声道：“喜欢，只要是你送的，我都喜欢。”她没想到自己的老公会这么帅气纯良，一时间她很想扑进我怀里，不过还是忍住了，她怕吓到我。从她第一次见到我之后，她就发誓要嫁给我，可是后来因为家里的原因，她没有办法一直陪在我身边，这才错过我这么多年。顾妍希在心里暗自发誓，以后一定要加倍的对我好，把那些逝去的时光都补回来。因为爷爷身体不好，我没有让爷爷出院来参加婚礼。顾妍希怕给我压力，也只叫了家里的几个长辈过来。婚礼的流程并不复杂，举办完婚礼之后，我就跟着他一起回到了军区的家属院。顾妍希把婚房布置得很好，连拖鞋、牙刷和毛巾都为我准备好了。只是这军区的环境和别墅比的话，确实差了些。顾妍希仰头看向我，我原本也想过让你留在市区的别墅，可是顾家关系复杂，我不想让你一个人留在那边去面对那些，这才想着带你随军的。这里条件虽差一些，但绝对没有人可以再来打扰你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安心做自己喜欢的事。说完，他轻轻蹭着我的额头，今天你也累了，洗漱完我们早点休息吧。我的脸瞬间有些发热。我们等下是睡一张床还是？昏暗的灯光下，顾妍希上前一步，两人的距离在一瞬间拉近。他微微踮脚，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我的耳边。思念，你是想睡一张床还是分开睡呢？此刻的他和白天严肃的样子大相径庭，话音上挑带着耶佛。我被女人身上干爽的气息笼罩，一时间脑袋有些晕沉沉的，没有办法思考。还不等我回话，顾妍希便后退一步。军区分的这套房子有2个卧室，你睡主卧的婚房，我睡次卧。原本我们都已经结婚了，睡在一起也是理所应当，可是两人只是简单的接触过，并不算太熟悉，我确实也还没有准备好。顾妍希显然看出了我的紧张，没有让我为难。而此刻海城别墅门口，傅青玉他们带着白浩辰回到了别墅，但是别墅的大门却紧紧关着，他们输入原来的密码，却怎么也打不开门。傅青玉立马打电话给助理，找人过来看一下别墅的密码锁是怎么回事。助理没有第一时间答复他，而是沉默了一瞬才开口：“老大，这套别墅正在二手房市场上挂牌售卖，我把房源信息发给您看一下。”听到这话，傅青玉脸色立马黑了，他点开助理发过来的链接，挂牌售卖的正是他们住的这套别墅。二姐意识到了不对劲，凑近寻找问大姐发生什么事了。傅青玉眉头紧皱，这套房子被思念挂在二手市场卖了。几人听闻这个消息，脸色瞬间都沉了下来。从今天婚礼现场出现的那个女人，到现在别墅也挂牌售卖，他们突然之间意识到，我真的不是在和他们开玩笑，而是实实在在的要离开他们。4人对视一眼，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惶恐和不安。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真的离开他们。之前他们隐晦的对我表达过情意，我还会不知所措，受宠若惊。我之前明明一心想娶他们，却又不知道在他们之间选择哪一个。他们4个甚至约定好了，不管我选择谁，彼此都会好好的，绝对不会影响姐妹之间的感情。可现在我怎么能跳过他们，选择别人呢？
这段时间我一直都说自己有老婆，原来都是真的吗？1个月前我就打算要离开他们了。傅雨柔也反应了过来，傅思年真的要离开我们，去和别人结婚吗？大姐今天那个女人真的是顾妍希吗？傅青玉从山庄上下来，就让人调取了今天的直播回放，那样的场面恐怕只有军方可以做出，而且能对他们做出这样无理的事，完全不怕后果。那个女人就只能是顾妍希。傅青玉沉默的点了点头，四人脸色瞬间难看到了极点。如果是别的人，他们有100%的把握能把我抢过来，可换成是顾妍希的话，这件事就变得非常难办了。四人心里都憋了一口气，不知道该怎么发泄。一旁的白浩辰却十分庆幸，要是傅思年真的结婚了，那就没有人和他抢这4个人了。虽然今天的婚礼泡汤了，但之后他们5人都住在一个屋檐下，他就不信不能培养感情，到时候他在他们4个当中选一结婚，他就可以在海城扎根了。一想到这些，他心里就十分得意，但面上却表现出来的是失落思念。明明知道你们是一起在这套别墅里长大的，为什么要把别墅卖了？几个人闻言脸色更黑了。我不仅抛下了他们，还把这么多年的情谊和回忆都抛弃了。不管怎样，眼下最重要的是留下这栋别墅。人走了，好歹东西要留下来，这样他们也能有个念想。傅青玉立马给助理打电话，把这套别墅买下来。助理犹豫了一下，才有些尴尬的开口：“老大，账上的钱不够。”傅青玉皱眉：“钱怎么会不够呢？公司出什么问题了吗？”助理的声音有些结结巴巴：“那个老大，公司没有问题，只是您没有权利再动用公司的钱了。老爷子把您的特权取消了，您私人账户上的钱不够支付这栋别墅。”叶寂静无声电话的声音显得特别大，围着的几人全都听到了。如果爷爷都插手了，那说我的婚事爷爷也是知情的，他们本就是爷爷挑给我当未婚妻的，现在这件事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。傅冰夏站了出来，拍了拍大姐的肩膀：“大姐，我还有点积蓄，你看看加在一起够不够？”二姐也附和道：“我的也一起。”傅雨柔也连忙说道：“比赛的奖金我一直都存着，大姐你也一起拿去。这套别墅在海城市中心价值10几亿，4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会有这么窘迫的一天，需要东拼西凑才能凑齐 NBA 的钱。”一时间都有些沉默。白浩辰听到这些的时候，脸色也变了一瞬，但是转头想想，傅青玉是首屈一指的金融学家，2姐是顶尖的医生，3姐更是影后，4姐是顶级职业赛车手。就算是没了傅家的支持，这几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。而且他也住习惯了这套别墅，别的房子又破又小，他根本看不上。他也小心翼翼的开口：“大姐，我这里也有一些。”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傅雨柔直接打断了：“你那里能有多少钱？”傅雨柔看到白浩辰失落的脸，也意识到自己说的话不对，又继续开口：“道我没有别的意思，这个别墅与你无关，你不用拿钱。”他的话不仅没有安慰到白浩辰，还让他的脸色更差了。只不过现在几人的心思全都不在他身上，自然注意不到他。白浩辰受了冷落，心里自然不舒服。这要是以前，他的一点小情绪他们都会注意到，只要他一失落，他们所有人都会心疼又着急。怎么现在我一走，一切就都变样了呢？傅青玉把几人的钱凑在一起，给助理打电话把别墅买下来。挂断电话之后，他对几人说：“我手上还有些股票和基金，等钱赚出来了，就把这些钱还给你们。”他是做大姐的，自然不能让几个妹妹吃苦。4人之间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这些年一起走过风风雨雨，他们早就把彼此当作家人了。2姐推了推自己的眼镜：“大姐，我们的钱都够生活，你的投资急不来，这些钱就当是我们存在你那里的，真的没钱的时候，我们自然会找你拿。”其余2人也纷纷点头附和：“是的，大姐，我们都不着急，只要别墅买回来就行，这毕竟是我们的家。”提到家这个词，4人的眼睛都有些酸涩。是爷爷让他们有了一个家，曾经他们在这里和我一起度过了很多欢乐时光。助理的动作很快，不到10分钟就完成了交易，把大门的新密码发了过来。4人打开门进去的瞬间，都在庆幸好歹是把他们之间的回忆留住了。他们没有管身后的白浩辰，兀自走到了我的房间。几人这才发现，别墅里很多地方都空荡荡的，我的房里除了家具什么都没有。我做得如此决绝，他们只得接受我已经离开了的事实。几人打开手机，想要给我发消息，收到的却是红色感叹号。傅雨柔觉得心头有虫子在咬，她却又说不清具体的感觉，只是有些烦闷。他怎么能这样把我们都拉黑了？这10几年的情谊，他都不在乎了吗？2姐盯着手机聊天框，她和我的聊天记录停留在1个月前，几乎每一条都是我的认错消息，而她的回复永远都是让我把东西让给白浩辰。她突然有些颓败无力地坐在床板上，我们是不是都做错了？自从浩辰来了之后，我们让他把东西都给了浩辰，可这些东西原本就是他的。有些人总是失去了才懂得珍惜，都看着自己和我的聊天记录，这才意识过来，他们以前做了多少伤害我的事。我原本是他们最疼爱的小王子，后来怎么就变样了呢？就在这时，白浩辰过来了，他小心翼翼地说：“3姐，你可不可以陪我睡觉？别墅里好空，我有点害怕。”傅冰夏看着眼前的人，眼里再没有之前的疼惜，他语气冷淡：“害怕就把灯打开，找我有什么用？”白浩辰听到这话，瞬间愣在原地。以往他要是害怕的话，4个人会争抢着来陪他睡觉，现在一个个都懒得抬头看他一眼，瞬间他变得很失落。我是真的很害怕。几人见他这样子，终究还是不忍。傅雨柔直接走上前去：“走吧，我陪你。”几人一夜无眠，他们都在想要怎么才能把我找回来。现在我不在这个家之后，
他们总感觉冷清。这栋房子承载了我们太多的回忆，从10岁开始到我大学毕业，那些甜蜜的、酸涩的所有回忆都涌上了心头。我这一觉睡得很香，这是我重生以来睡得最好的一觉。顾妍希帮我摆脱了那几个人，我昨天晚上都没有再做噩梦。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接近中午了。顾妍希午休的时候给我带了午饭回来，食堂里的菜口味清淡，我怕你吃不习惯，托人给你带了辣子鸡丁和水煮肉片，你来尝尝。我一早就闻到香味了，从小到大我都是无辣不欢，这2道菜确实很符合我的口味。看我吃得开心，顾妍希清冷的脸上也染上一丝笑意。慢点吃，没人和你抢。他给我递去一杯水。我今天下午休息，我们一起去顾家疗养院看爷爷。我点头答应。上一世我被父亲遇几人囚禁，在爷爷去世之前都没有见到我最后一面，这一直是我心里最大的遗憾。爷爷年轻的时候立了很多功，年老的时候身上因为旧伤有各种疼痛，但是身子骨还算是硬朗。前世在这之后不久，爷爷就突发心梗病逝了。这一世我要带爷爷好好检查，避免悲剧再重演。出门的时候，顾妍希柔软的手牵上了我的手，她的手很柔软，却像是带着什么魔的，我的手痒痒的，心头也痒痒的。两人慢悠悠的走在一排梧桐树中间，阳光洒在我们身上，把我们的影子拉得修长。大概岁月静好就是这样，姐夫好。路上突然就冒出了几个顾妍希的新兵，齐刷刷的叫我姐夫，我脸一下就热了起来，只好低声的回应你们好，有些不好意思的往顾妍希身边靠。顾妍希平时训他们的时候都是冷着一张脸，哪像现在对他们和颜悦色，得一声声姐夫让我恨不得隐身，却把顾妍希听爽了。顾家疗养院离家属院的路原本不长，但我好像走了很久，心跳得很快。在看到爷爷的那一眼，我直接冲过去抱住了病床上的爷爷，瞬间眼泪就在眼眶打转。爷爷，我好想你。老爷子原本就算是在病床上，给人的感觉也是威严的，但是被我的这一声哽咽弄得有些动容。老爷子拍了拍我的后背，好了4年，怎么这么大人了还缠着爷爷？妍希还在这看着呢。我依依不舍地起身，顾妍希立马上前一步牵起了我的手，轻轻地拍了拍我。爷爷思念就是太想您了。看着顾妍希把我护在身侧，爷爷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你随军了以后可以经常见面，要是妍希欺负你，你就和爷爷说，爷爷帮你教训他。顾妍希偏头看向身边的人，眼神带着温柔的笑意。爷爷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欺负思念。好好好。病床上的爷爷连连点头，对于顾妍希这个孙媳妇他十分满意。我像是想起什么，上前一步问道，爷爷最近你有没有觉得心脏不舒服？老爷子摇了摇头，心脏倒是没有什么不舒服，我住在康复科，身上都是些老的伤痛，心脏没有感受到不舒服。上辈子爷爷是突发心脏病猝死，所以虽然爷爷这么说，我还是带他做了检查。我拿着手上的检查结果，爷爷的心脏功能一切正常。我感觉很奇怪，如果爷爷心脏功能正常的话，前世怎么会因为心脏病发猝死呢？海事别墅那厮的杨杰已经找了我1周了，但都没有任何消息，好像我突然之间消失了一样。他们疯狂地回想这1个月以来我说过的话，得到的有用的消息就只有一句，我要娶顾妍希了。往年的春节都是他们都会和我一起过，现在没了，我在4个人都死气沉沉。白浩辰费尽心思给他们亲手包了饺子，他们连看都没有看一下。二姐受不了这样的氛围，她突然想到我之前在医院待过几天，他们医院的高级病房都有监控，说不定能找到一些什么线索。二姐拎着衣服直接出去了，只给其余的3人留下一句话，我去查4年住的那间病房监控，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。因为这些天他们4人的冷落，白浩辰本就失落，现在几人直接无视他，他就更失落了。大姐、3姐、4姐，这个饺子是我亲手包的，你们多少吃一点。往日3人看到他这副样子，肯定会上前去哄，可是现在却只有莫名的烦躁。傅青玉更是没有看他一眼，冷静地说，我也去医院看看监控。其他人也都跟着要出去。白浩辰听到这里突然就慌了，那天他在医院里挑衅过我，还说出了下药的真相，要是他们几人看到的话，他就彻底完了。他极力想要阻止，却还是拦不住4人。看到医院的监控视频里，他嚣张挑衅的样子，气冲冲的回来想要兴师问罪，还不等他们发作，他就直接跪在了4人面前，对不起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已经得到了你们的宠爱，还故意去思念面前炫耀的，你们想要怎么惩罚我都可以。几人看过了他嚣张的真面目之后，再回头看他这副小心翼翼的做派，实在是恶心。傅青玉逻辑最为严密，没有去管他的话，而是质问监控里，你说是你害了傅思年，那就是说当时休息室里的 MQL 箱确实是你点的，没有人诬陷你对吗？白浩辰完全没有想到傅青玉会想起这么久的事，他顿时冒出了一身冷汗，整个人都在瑟瑟发抖。几人的脸色同时都变了，他们没想到自己精心护着的小白脸原来是一条毒蛇。傅雨柔和我的年龄最为接近，原本是最护着我的人，但后来在白浩辰的挑拨逐渐偏了心。他不知道以往有多少次都是他在故意诬陷我，想到这他的心瞬间凉了下去。如果不是这个监控，几人到现在可能还在怀疑那晚是我欲擒故纵。4人脸色铁青，白浩辰被吓得直接跌落在地上，他近乎绝望地祈求着，我什么都没有做，我是被人诬陷的，你们相信我好不好？4年资助我上学，帮了我那么多，我怎么可能害他呢？他努力挤出眼泪，却没有打动任何人。一向对他温柔的二姐此刻也语气冰冷，大姐她现在不适合在集团工作了，把她开除了吧。
白浩辰跪着过去想拉二姐的裤脚，却被一把甩开。他不停地磕头祈求：“大姐、二姐，求求你们不要开除我！要是没了这份工作，我就只能回老家了。到时候我一个人还不知道会被村里人怎么欺负。求求你们可怜可怜我！”四人听到他说这话，没有一丝动容。傅雨柔直接上去掐住了他的下巴：“我那么护着你，你这个心思歹毒的男人，到底有多少次是在陷害思念，把我们玩得团团转？你很开心，很有成就感是吗？你就该滚回你的大山里，被人卖给老寡妇！我明天就把你送回去。”白浩辰听到这话，彻底慌了：“四姐，求求你了，不要这样对我！只要别送我回去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求求你们别赶我走！”傅雨柔一把甩开了他：“别叫我四姐，我没有你这样蛇蝎心肠的弟弟。”白浩辰不停地哀求着，说着一些重复的废话，到后来慢慢的变得有些敷衍。他在拖延时间，再等一个时机。傅青玉是最先反应过来的，他身上慢慢有些燥热，他想要离开，却双腿发软。他眼里第一次出现横厉，盯着白浩辰，一字一句道：“你在这里点了半 Q 香。”其余几个人听到这话，也慢慢反应过来，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燥热。傅冰夏更是直接把衣领扯开，身前的饱满直接暴露出来。白浩辰嘴角勾起一抹笑：“是啊，我想明白了，只要让你们怀上我的孩子，我就可以顺其自然的留下来了。”从他们4个去医院看监控的时候，他就想好这个计划了。原来他想着5个人同住一个屋檐下，他总能打动他们中的一个，然后领证结婚留下来。但是这些天他看着他们不顾一切的去找傅思年，完全忽视了自己，他就知道这不可能了。那么还不如让他们怀上自己的孩子，反正私生子享有继承权，到时候他还不是一样能做有钱人。傅雨柔听到他的话，气得破口大骂：“你是什么货色，也配和我们生孩子？你连思念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！”听到这话，白浩辰反而笑得更加大声。傅思年他又算个什么东西？他不过就是仗着自己有一个好家世，如果他和我一样生在大山，每天被村里的老寡妇惦记，他不一定能像我一样走出大山。我要是有他这样好的身世，也绝对不会是现在这副模样。傅冰夏直接开口讽刺道：“你是不是忘了你高中大学的学费是谁给你资助的？没有思念，你根本就走不出大山。”他说话的时候，因为药物作用，不停的在喘，原本温和的嗓音变得更加有魅力。在这几个人当中，白浩辰是真的对傅冰夏动过心，如果是他怀上他的孩子的话，他会很开心。他提前用过阻断剂，比房间里的4个人清醒不少。白浩辰爬到傅冰夏身边，掀开他的衣领，手指在他身上打圈。傅冰夏看着眼前的人，第一反应是想推开，可是在药物的作用下，他还是娇吟一声。白浩辰的动作挑起了他的欲望，身上在不停的灼烧，而白浩辰又在一旁挑逗，他的所有理智瞬间被燃烧殆尽。直到东方既白，这一场荒唐才结束。自从那一晚后，白浩辰就被他们囚禁了起来。既然他自己要作践自己，就别怪他们狠心。他们把108式统统用在了他身上，用银链子绑住他的腿，不让他逃走。很快3个月过去了，他们还是没有得到傅思年的消息，但是他们知道爷爷出院了。他们给爷爷打电话，希望能去看我当面和我认错。爷爷接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好在旁边，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爷爷便告诉他们，不用来看我，我很好，你们自己好好过日子就行。这4个人当初是爷爷亲自去孤儿院挑的，他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孙女，养了这么些年，不管怎样都是有些感情在的。现在外面的情况我多少也了解一点。爷爷把傅青玉放到集团一个很小的分公司，那里的人对他的态度并不算太好。商场上就是这样，你得意识一堆人围着你转，失意时都会避而远之。傅冰夏也因为没有了背后的投资，少了许多资源，他的娱乐公司也没有给他好脸色，各种商务活动都减少了。娱乐圈都是这样捧高踩低。其他的2人我不知道，但生活品质肯定是和以前不能比。如果他们没有做错事的话，不仅不会落得这个下场，还能够一直意气风发。但是他们错就错在触犯了爷爷的底线。我是爷爷唯一的孙子，他培养他们就是为了等他老的时候他们能护住我。但是他们不仅仅没有护住我，还帮着外人欺负我，这是爷爷绝对不能忍的底线。我蹲下来给爷爷捶了捶腿，低声问道：“妍希申请了1个月的假期，我们要回去领证，爷爷你要和我们一起回去吗？”老爷子点了点头，当然要和你们一起回去。这次回去双方家长要正式见个面吃个饭吧。虽然他知道顾家女人专一是传统，但还是要亲自过去给孙子撑个腰。而且那几个丫头还在海城，他回去以后还要看着一点，以免思念再被他们欺负。顾妍希晚上下训之后才回到家属楼，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睡了。他轻轻地拉开被子，从背后环住我，胳膊刚刚压到我的腰上，我就醒了。他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我的颈窝，吵醒你了吗？我摇了摇头，转过身面对着他，是我睡得轻。我总觉得这次回去会发生些什么。上一世这个时候爷爷已经去世了，虽然这一世爷爷的身体检查各方面都良好，但我总有些隐隐的不安。顾妍希察觉到我的不安，把我紧紧地抱住，放心，一切有我。顾妍希说话的时候声音温和又坚定，确实很让人安心。我任由他抱着，不再去想其他，闭眼放空，一切睡着了。顾妍希看着身侧睡着的我，下定决心要一辈子保护我，不会让我再受伤害。第二天我们起床，带着爷爷一起坐着直升机回到了海城。回海城之后，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民政局领证。看着眼前的红本本，
我们的脸上都不自觉的扬起了笑容。顾妍希踮脚亲了亲我的唇角，求了88次婚，我终于和自己喜欢的人领证了。这3个月，我们感情逐渐升温，我能感受到他汹涌的爱意。我有些好奇，明明之前我们相处的时间很少，他的感情为什么能这样浓烈，非要执着到求88次婚？以前我一直没问，但是今天我实在是有些忍不住了。我抬眸看向顾妍希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顾妍希抱着我，轻轻蹭着我的下巴，你问吧，只要我知道的都会告诉你。于是我问他，从前我和你的交集并不算多，你怎么就会和我求88次婚呢？你就不怕我？其实根本不是你看到的那样，真实的我其实很骄纵任性。顾妍希没有第一时间回答我，而是饱含情意的看着我的眼眸，随后在我耳边低声道，你仔细想想，我们真的没有什么交集吗？他这一问倒是让我有些懵了，我们什么时候有很深的交集吗？顾妍希这张脸这么漂亮，我怎么会没有印象呢？我不由得蹙眉，除了顾妍希和我表白，我还在哪里见过她呢？我实在是想不起来。我抬眸看着眼前的人嘟囔道，除了你向我表白的时候，我们还见过吗？你不会是在骗我吧？我搜索了以前所有的记忆，确认除了表白之外再没有其他印象。我严重怀疑顾妍希在拿我打趣。顾妍希笑着摇了摇头，拿怀里的我没有办法，事实是我在骗你，我就是见色起意，所以才坚持不懈地向你提亲。这个答案比之前还扯，我当然不相信。我一把把身前的人推开，不说就算了。顾妍希拽着我的手，钻进我怀里，轻声哄着我，娓娓道来。其实我们的初见并不算特别美好，那时候我才10岁，本该是最天真幸福的年纪，但是在那一年，我的父母发生了意外，双双去世了，爷爷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一下老了许多，而10岁的我更是高烧大病了一场，险些要了半条命。顾妍希就是在那个时候遇到我的，那时候她被诊断出罕见病，2只耳朵短暂性的失聪，在她最难熬的那段时间，我出现了。虽然我自己还发着烧，但我每天会找她，给她讲故事。她听不到我就画画，我的小画本上经常画满了故事，也是因为我的鼓励，她才一步步走出阴影。后来康复后，她本想好好和我告别，但是家里人急着安排她出国念书，连一个好好的告别都没有。听到这，我眼眶微湿，原来那个女孩是你。顾妍希说的那段时间，我爷爷忙着处理家里的事务，没有人在医院陪我，每天我面对的就是2个保镖。那时候我还小，根本不懂得死亡真正的意义，只知道自己以后就没有爸爸妈妈了。我在医院里的时候都是独自一个人，没有玩伴，也没有亲人。顾妍希也是我那段时间的光，因为有她陪着，我的病才慢慢好转。后来顾妍希走了之后，我又莫名的高烧了一场，也是因为这场高烧，把我原本就迷糊的记忆弄得更迷糊了，所以我并没有第一时间认出顾妍希。顾妍希蹭着我的脸颊，别难过了，待会儿还要回家吃饭，等下爷爷见到了要说我欺负你了。我忍俊不禁的笑了，我等下就要和爷爷告状，就说10岁那年就有个小女孩欺负我，让我天天给她画漫画。顾妍希无奈的摇了摇头，眼底全是笑意，自己的老公还是要自己宠着，那要我怎么做你才会不生气呢？顾妍希求亲了88次才成功，她比谁都更加珍惜，不管怎样她都不会放手。2家人定好的是一起吃晚饭，爷爷早早的就换好了衣裳，2家人对这次见面都非常看重。我们一进包厢，顾妍希的爸爸妈妈就拉着我的手，给我塞了2个大红包，还有一张黑金卡。思念啊，这个是庆祝你和妍希领证的，以后想买什么就买，不用给妍希省着。说完又拿了几套房产证出来，递到我手里。上次见面太匆忙了，这些来不及给你，你看看喜欢哪套就拿哪套当新房。我虽然不缺这些，但被人重视的感觉很好，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眼中那真切的关爱。顾妍希也笑了笑，收下吧，这是爸妈特意为我们准备的。我点头微笑着看着2位长辈，谢谢爸妈。2人听到我的话，眼里都乐开了花。来来来，我们给爷爷敬了一杯酒。老爷子，您把思念养得很好，我们妍希能嫁给他是我们妍希的福气。爷爷乐呵呵的喝下了酒，思念能娶到妍希，我也放心。看得出来，3人对这桩婚事都非常满意。饭桌上所有的长辈都在为我夹菜，我的碗里都堆成了小山，但是长辈的心意我不好拒绝，所以就都一一吃下了。一旁的顾妍希也注意到了，默默给我分担了许多，但最后进了我肚子的肉还是很多，以至于我后来看到碗里的肉时都有些想吐。顾妍希也吃了不少，吃到最后也有些想吐，她这个反应却一旦激起千层浪。顾妍希的妈妈看到后眼中泛起光，妍希这个反应不会是有什么了吧？一句话瞬间让我脸红了。我和顾妍希确实已经同房了，但是我确实没有想这么多。吃完饭后，2家的长辈都劝着让顾妍希明天去医院检查一下，我们也都点头答应。相较于这边的欢喜，另外一边的别墅内却是另一番情景。白浩辰每天都被4人折磨，他早就后悔了自己当初的举动，他不停的求饶，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放过他。他之前在这个豪华别墅里过着真少爷一般被人宠着的日子，现在却沦落到做4个人的玩具。他扑在地上流下了真心实意的眼泪。明明屋外有阳光，但白浩辰好像看不见光了。他拼了命的从大山里爬出来，读上了大学，后来又费尽了心力讨好我，让我可怜他，把他带来了别墅。在他的一步步离间和挑拨之下，终于让我的4个杨姐处处都宠着他。可他不明白，他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东西，为什么我一走就全部都变了？现在的他彻底的跌到了尘埃里，像是一场美好的梦全部破碎了。
现在他又变回了丑小鸭。可是他不服气，凭什么嚣张跋扈的我不仅可以得到他们4个的宠爱，现在还和海城最有权势的顾家联姻？就凭我有一个好的出身吗？论能力，他哪一点比不上我？他不甘心，他要做最后的尝试。一连3个月，4个人都是带着酒气进白浩辰的房间。他们在外面疯狂地找我，可是失去特权之后的他们，面对这些权贵世家又显得如此普通。他们心底的愤怒全都洒在了白浩辰身上。晚上，他们一如既往地走进了他的房间。白浩辰直接跪在地上：“大姐、2姐、3姐、4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害父思念，也不该妄想得到你们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求你们放过我吧。”他一遍一遍地喊着，祈求原谅。可4个人始终无动于衷。傅冰夏冷眼道：“收起你的把戏，我们不会再被你骗得团团转了。”傅雨柔更是直接坐上来，捏住他的下巴：“你以为把自己弄成这副惨样，我们就会放过你吗？你知道你把我们害得有多惨吗？我们不仅失去了思念大姐，还失去集团总裁的地位。这些天大姐在那个破分公司里，处处遭人白眼，3姐更是被圈子里的人背刺。这要是以前，给那些人10个胆子，他们都不敢这么做。是你毁了这一切，你说说，我们凭什么原谅你？”没想到白浩辰却一改讨好的态度，直接咬了傅雨柔一口。傅雨柔的手当即就被咬出血了，还留下了一个很深的牙印。他反手就打了白浩辰一巴掌：“你敢咬我！”白浩辰被打得眼冒金星，脸色惨白，像鬼一样。他吐了口血水，抬头看着眼前4人，眼里露出嘲讽的笑：“高高在上的你们，骨子里还不是和我一样，为了往上爬才拼命讨好傅思年？”白浩辰的一句话，瞬间点燃所有人的怒火。傅雨柔怒气直冲脑门：“你在放什么狗屁？再胡说，我弄死你！”2姐也一改以前文雅的样子，说出的话十分难听：“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拜金，不会说话的话，我不介意缝上你的嘴，让你永远都开不了口。”一直沉默的傅青玉也开口：“我们和思念10多年的感情，还轮不到你在这里玷污。”几人说话的时候，声音比平时高了几个度，在人心虚的时候，通常会有这个表现。白浩辰的话引出了他们心中的秘密。他们从孤儿院来到这个家的时候，确实在拼命的讨好我，处处让着我，迁就着我，只希望我能够开心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只要我开心了，他们就可以一直留在这里。傅青玉会有更好的教育资源，也能够考上更好的大学，其余几人能够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环境，不用再担心吃喝，还可以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。爷爷对他们说，将来我会在他们之中选一个做老婆，他们心里知道，只有被选中的人才能永远拥有这一切。从此以后，他们都把我当作未婚夫宠着。看着当初的小男孩变成帅气的少年，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，他们渐渐地动了心，只是谁都没有表现得太明显，因为不想让其他的3个人为难。他们约定好了，无论我选择谁，他们都不会翻脸，他们永远都要做一辈子的好姐妹。白浩辰这个心思歹毒的男人，怎么可能会明白他们的情谊？眼前的男人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话而退缩，反而是笑得越来越厉害。他勾起唇，继续嘲讽道：“是吗？没有傅思年的话，会有你们的今天吗？你们和我一样，都不过是孤儿，没有亲人宠着爱着，不过都是最低等 XJ 的人。”傅雨柔直接甩了他一巴掌：“我要让你看看到底是谁 XJ。”要是以往，白浩辰早就求饶的躲开了，但是他今天反而迎了上来。他眼睛直视着傅雨柔对视：“我 XJ 可是你们说不定已经怀了我的孩子，那你们的孩子也是贱种。”几人听到这话都愣了一瞬，傅雨柔原本的狠力也减少了几分。房间内一时陷入死寂，4人对视一眼，面面相觑。最终还是大姐发话了：“我们明天会去医院检查，你最好不要动歪心思。”白浩辰有一句话说得对，他们都是孤儿，从小就没有人疼爱，在别的小朋友有亲人宠着的时候，他们还在为一口吃的发愁。后来进了孤儿院，他们努力表现得合群，做很多活来讨好院长，这样可以多分到1颗糖果，也会小心翼翼地和身边的孩子交朋友。可后来他们的朋友一个一个被领走，身边换了一批又一批的人，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是孤单的。如果他们真的怀了孩子的话，他们会把这个孩子留下来，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他们的亲人。白浩辰说了这么多，等的就是他们带他去医院。别墅里他们4个看得严，他没有机会逃走。到了医院，人多眼杂，这样他有的是机会逃脱。这天晚上，4人没有再折腾白浩辰，这是3个月以来他第一次能在夜里睡觉。可是这一觉睡得并不舒服，他会断断续续的做梦，梦里全是他们4人对他的折磨。这些天他简直就像活在地狱，身体和精神都备受煎熬。天不亮他就醒了他，实在是无法入睡，满心期待着能够逃出这个牢笼。第二天4人都推掉了工作，带着白浩辰一起去做检查。无论到哪里，4人都紧紧地盯着他。原本白浩辰以为他们做私人检查的时候，他能够避开他们，找到机会逃走。但是2姐利用自己医生的身份，做什么检查都带着他一起，丝毫没有给他留逃跑的空间。白浩辰原本亮了的眼眸又暗淡下去，难道他真的要一辈子这样了吗？这样被囚禁着，给几人当玩物，和在大山里被卖给老寡妇有什么区别？他的眸中再一次染上了绝望。与此同时，顾家别墅里，我睡到自然醒才起床。顾妍希站在床头亲了亲我的额头，饿了吧？我们一起吃点东西，再去医院。我问了医生，只检测是否怀孕的话，可以不用空腹。我勾住了他的脖子，还能明显看到他微红的脸颊，靠近他的耳朵，低哑地说：“可是我起不来床。”
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顾妍希一把拉了起来。我惊呼一声，连忙抓紧他的肩膀。我们刚出门就撞见晨练回来的爷爷，爷爷的声音从我侧面传来：“思念，你都这么大人了，在家里还要黏着老婆，成什么体统？赶紧松开！”我听到爷爷的话，有些尴尬，我挣扎着想松开顾妍希，却把我抱得更紧了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爷爷，您当时同意我追求思念，不就是觉得婚后我能护着她吗？现在她刚起床没睡醒，我扶着她是应该的。”我的手悄悄地在她后背掐了一把，可她却越说越来劲：“爷爷，你吃早饭了吗？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吃？”爷爷摆了摆手，让我们下去。我被顾妍希拉着下楼，忍不住责怪他，但声音里却带着几分爱意：“下次别在爷爷面前这样。”顾妍希温柔地在他耳边说道：“没关系，你没看到爷爷脸上都是满意的笑。”两人吃完早餐才从家里出发。到医院，顾妍希打算去特殊通道，我拦住了她：“我们也不着急，还是去妇产科排队吧，不用特意安排。”她点了点头：“好的，老公大人。”我们挂号之后直接去了妇产科，排队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4个杨姐和白浩辰。大姐傅清玉一脸严肃地坐在长凳上，其余几人则是围在白浩辰旁边。二姐站的方向正好对着走廊门口，在我进来的瞬间就看到了我。二姐惊呼一声思念，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引向了我。大姐傅清玉更是站起身来，4人看我的眼神复杂，有惊喜，有期待，还有不安与无措。傅雨柔直接朝我走了过来，在离我3步远时被顾妍希挡住了。她仿佛看不见顾妍希铁青的脸色，直接望向顾妍希背后的我，一改之前的态度，语气里满是温柔和失落：“思念，这3个月你去哪里了？你知不知道我们找了你很久？”二姐也走了过来：“思念，别闹脾气了，我们都很想你，跟二姐回家好吗？”而傅冰夏直接过来想拉我，却被顾妍希一掌拍开。自打他成名之后，还没被人这样对待过，他的面子上有些挂不住。他冲动地吼出声：“顾妍希，你有什么资格拦着我？我们和思念这么多年的情谊，乃是你一个外人可以比？”顾妍希原本清冷的眼眸变得更加冰冷。首先，我不是外人，我是思念的合法妻子。其次，你们还和白浩辰纠缠不清，哪里来的底气质问我？说完，顾妍希擦了擦手指，像是嫌弃这只手碰了傅冰夏。3人听到白浩辰的名字都迟疑了。我们只是带白浩辰过来一起看病，没有什么其他的关系。顾妍希冷冷地瞟了他们一眼，嘴里发出不屑的声音：“看病来妇产科，是来做产检吗？”几人的小心思被顾妍希当场戳穿，气焰不自觉地消了下去。我始终平静站在顾妍希身后，在看到白浩辰时也皱起了眉头。短短3个月，他瘦得不成样子，浑身上下给人的感觉就只有2个字：绝望。白浩辰的这个状态，我再也清楚不过。上辈子我被4个杨姐囚禁折磨时，也是这样的状态。眼前这几个人还口口声声地说着想我，说着我们之间的情谊，是想把我带回去，让我做他们的玩物吗？想到这里，我就觉得恶心。我扶着墙在垃圾桶旁边吐了起来。顾妍希立马关心地拍着我，低声询问道：“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”4个杨姐也赶紧过来：“你要保护好自己好吗？”我点头答应了她：“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还有我们宝宝。”我们一起开车去到了傅氏集团总部，打开车门就看到了刚在医院消失的白浩辰。此刻的他正站在大楼门口直播，周围围了很多人。白浩辰身后还有一串打印的横幅：“海城4公主联合傅家大少爷傅思年，欺辱霸凌贫困生白浩辰。”在镜头前痛哭流涕，不停地控诉着我们5个人的罪行，口口声声说傅思年好心资助我，其实不过是想把我骗回去，当做他4个姐姐玩具。海城4公主其实都是他爷爷从孤儿院里帮他选出来的未婚妻，也就是童养媳。他们的私生活混乱不堪，还要拉上我垫背。我一个贫困生，好不容易从大山走出来，却被他以资助的名义骗进了别墅，被他那4个姐姐一起折磨。说着，他便向镜头露出身上的伤痕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：“这些伤都是出于4位公主古怪的癖好，他们不敢伤害傅思年，就全都用在了我身上。”我冷眼旁观地看着这一幕，一旁不知情的路人，还有直播间的网友，纷纷骂起了我和海城4公主。我听着白浩辰颠倒黑白的话，愤怒地捏紧了拳头。顾妍希担心地环住我的肩膀：“思念，一切交给我处理。”他安抚住我，刚准备去找白浩辰，就被白浩辰先发制人：“大家快看，那边那个就是傅思年，就是那个十恶不赦的罪人。”一瞬间，所有的路人都看向了我们，甚至有人想冲过来抓我。那人被顾妍希一脚踹飞了，他那张脸不怒自威，此刻更是黑得吓人，我看谁敢。爷爷也从大楼里走了出来，带来了一排保安围着我。白浩辰指着老爷子：“你们看看，这个就是海城首富，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就是他给傅思年安排了4个未婚妻，你们说说他是有多担心他孙子的欲望得不到满足。”我听不下去，对着白浩辰大吼：“白浩辰，你够了！你要说我可以，当我爷爷是我的底线。”白浩辰哈哈大笑：“怎么傅大少爷急了？老爷子要是觉得这么多女人都满足不了您孙子的欲望，干脆自己上呗。”白浩辰的话一说出来，老爷子立马捂住了心脏。我惊呼，心中那股不安到达顶峰。上一世爷爷就是因为突发心病去世的。我没有再去管白浩辰怎么说，而是直接喊人送爷爷去了医院，直到爷爷确认安全，我悬着的心才放下。根据我之前的经历，上一世爷爷的心病肯定也和白浩辰有关。这一次我不会放过白浩辰，我直接登录我的微博账号，
把资助白浩辰的每一份证明都清清楚楚的列了出来。紧接着我就收到白浩辰的消息，傅斯年别以为这样你就可以洗干净了，我要让你们都身败名裂，谁都别想好过。看着微博底下的网友也在质疑我，反而没有担心。4个杨姐和白浩辰都不知道，重生的第一天我就在别墅装了隐形监控，当时是想着自证清白，可后来我太失望了，那个监控根本就没有用上。不过现在可以用上了，我把白浩辰在家里陷害我的视频，还有在我离开后他在别墅里点 MQ 香勾引4个杨姐的视频都剪在一起发在了微博上，一时间热搜都炸了，各路网友纷纷倒戈。我去，这也太劲爆了吧，真是球锤的锤，真是农夫与蛇的现实版。最后我报了警，白浩辰以诽谤罪被判了刑，其余的4个杨姐以非法拘禁罪被判了刑。上一辈子我没能完成的事终于完成了，所有的恶人都得到了惩罚，这一世爷爷健康长寿，还有顾妍希在我身边，我很幸福。